在本期视频开始之前，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上周去逛的一个花卉市场，里边有一家专门卖多肉的，它里边的品种真的很多很多，它是养在大棚里边的，然后也不是说养在大棚里边，反正它就是放在大棚里边来卖的，那个大棚很大，然后里边有大大小小的多肉，有大盆的小盆的，然后还有就是说一次10块钱买几盆的，也有一株是多少钱的，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里边很多很多，大家看一下啊，我从进来开始拍好了之后，然后到我走出去，就是这个走路的速度不快也不慢，然后大概拍了2分多钟，然后里边真的很大，然后品种真的很全，有些我是认得的，有些我是不认得的。当然如果你看到这个比较感兴趣，还想后续再看的话，我还可以再去拍摄一次，这个请在留言区可以告诉我，或者是告诉我这个是什么品种，你不知道的，或者是你感兴趣的，我可以去跟老板请教一下。这个花卉市场里边除了卖多肉的，还有卖很多品种的花卉的，有专门卖绣球的，也有卖这种蝴蝶兰的，然后还有专门卖那种木质科的，就是木槿花、栀子花，还有茉莉花的，然后还有那种专门卖这种花盆的，就好大一个仓库里边全是各种各样的花盆，各种颜色的、各种形状的、各种规格的花盆都有。然后还有卖那种就是庭院里用的那种盆景的，就松树的造景，然后还有卖这种石头的。如果你对哪一类感兴趣呢，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下次我们再来拍个特辑，然后好好拍一下。大家好，欢迎来到花花世界的频道。我的频道呢是讲在家里种植一些花花草草，种植一些蔬菜的。今天呢，我们来分享一下多肉老桩的养成。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我养的这盆多肉，叫柠檬王子，长得已经很大了。给大家看一下下面的老桩，是这个样子的。那我来跟大家说一下是怎么才能养护成这种粗壮的。有的人喜欢就是说一个上面有多头的，但是我觉得我是喜欢它一个老桩上面，然后上面是叶子比较肥大的这种养法。下面我来讲一下这个操作的这个老桩的养成办法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这一株多肉嘛，然后下边的叶片帮它剪掉。剪掉的时候就是说这里这样，这个剪掉，剪好之后就是这里稍微要留一截，留一截的目的原因呢有2个，一个呢是因为就是这个剪掉之后，这边还有水分有营养，它会倒流到这个主干上面，这个主干还能吸收，慢慢它自己也会就是说蔫掉，就自己就掉了。然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如果你剪得太靠近老桩，如果稍不小心有可能就伤到老桩了，所以我们就稍微留这么一点。当然你想说那我就把所有的叶片都剪掉，那么桩是不是就长成的快？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植物的叶片要光合作用嘛，然后它还要代谢的，所以不能都剪掉。那留多少为好呢？至少要留3层，这个给大家看一下，1层、2层、3层，然后我中间这些呢是嫩芽，这边也是嫩芽，就是要留3层比较好，不能都剪掉。这个也是把它剪掉。那剪下来了，这种叶片，有的是叶片是剪下来之后还很好的，那你可以再进行扦插，就是这个多肉进行扦插。扦插嘛，就是你把它放2、3天，等这里剪下来这个切口的部分稍微有一点干掉之后，就放在那个花盆里边，有土的花盆里边，就是这样。当然我这个是沙粒的，这样放着它，慢慢的下边会长根，上面会长叶，然后还能再长出来一盆，是这样的。然后这个就是刚才说的，这样就是可以了。然后这样的话，那么
就能长出了一个很不错的一个老桩出来。那剪好了之后呢，就是说还要定期的给它施肥，就是这种就是氮钾磷的肥就可以了，综合肥就可以了。然后它就是慢慢它就是长得越来越壮，你看我这个已经长得很好的。然后它现在的颜色呢是这种绿颜色的。那么秋天的时候呢，就是说如果太阳给它足够的光照的话，那么它这一圈颜色会变掉的。那个时候呢，就是现在也有一点点，这边这个有一点点红，有一点点泛红，那么那时候状态就出来了。因为现在夏天嘛，夏天本来就是多肉就是属于一个生长比较缓慢的阶段，或者有些多肉就是直接就干脆就休眠了，所以就是不利于它的那个养成。那再给大家看一盆，看这一盆小的，这是养的一盆糖印，我也是用这种办法。这个是之前剪掉的，这个都是之前剪掉的，然后我再养这个老桩，是这样。然后那个多肉的养殖呢，是这样的，我们说一下那个多肉的养殖，就是说，多肉呢，它本来就是说，是一种耐干旱的一种植物，那就是说它不太怕太阳晒的，它怕什么呢？它怕水，水多的话就会出现很多问题。就一般的人养多肉的时候都会出现水多这种情况。就是我们正常的浇水的话，可能说天气特别热的时候，然后又比较干燥的时候，你1个星期浇一次，其实这种多肉浇一次就可以了，或者2个星期浇一次就可以了。那浇多了之后，它会有什么现象呢？就是说可能会这样。那我这个不是浇水浇多，它是自然的代谢，就是说它周边的叶子会发黄，这是一个信号，那有可能是水多了。还有一种呢，就是特别严重的水多的话，就是可能有一些朋友也遇到过，就是你这个叶片在这个桩上都掉下来了，就是比如说这一面全掉下来了，都铺在这个花盆里边了，然后只有这一根桩，还有上面几颗叶子了。这种情况下，大部分90%以上的原因都是因为水浇的太多了，那么叶片就掉下来了。为什么水多了叶片就掉下来呢？因为多肉这种植物，它是说根部上来的水分通过主干上来之后，它是储存在叶片里边的。这个叶片相当于一个容器，然后呢，你水浇的越多，它这边储存的就越多。那就像我们气球一样，如果你吹气，它有一定的容量的，你一直吹，那么它就相当于就爆掉了，就炸掉了，那么它就掉下来了。因为水分太多，承受不了了，它就相当于一个容器已经超负荷了，那么它就掉下来了。这种情况下，如果有的花友遇到这种情况下，比如说叶片都已经掉下来了，但是上面还有几个小小的叶片在这里，要怎么操作呢？就是马上移到这种通风的地方，就加速这个水分的蒸发，然后呢，慢慢的呢，就是大部分可能性它还是能养活的过来的，但是一定不要再给水了。这个时候有些花友是想说我要移盆，其实我不建议这个时候移盆，因为移盆的话本身这个水分就很饱和，这个根啊还有这个干啊什么都是比较就是说咱们说比较脆弱的一个状态，你移盆的话搞不好就真的就是说没救了。所以这个时候就放到这个通风的地方，然后干燥的环境下，那么它活过来了也就活过来，它活不过来，其实我觉得通过移盆可能也解决不了太多的问题，这个是这样。那么花友就可能会问了，那我什么时候浇水，我怎么判断它缺水了呢？就是说这个缺水呢是这样来判断，就是这个叶片你去捏一捏，如果它是硬的，而且感觉很硬朗，然后很饱和很实，那么这个时候证明水分是充足的。如果你捏一下好像怎么软软的一种感觉啊，那这个时候它有点缺水了，你可以就给它浇水。浇水的时候不要浇一点会造成什么后果呢？就是说水分都留在了根部，就是都留在了花盆的底部，就是我们的一个花盆嘛，都留在了，就是水分都留在了就是你浇一点点，那么水往下流的就都留在这边了，然后上边呢是没水的，下边呢水又很多。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植物呢没有
可能没有足够的水分上来，然后但是根呢就有很多的水分在这边，然后又没有东西来吸收这部分水，那么慢慢的根就从底部就腐烂掉了。那么我们浇水的时候呢，一定要浇透，就是你这样就见湿见干嘛，就是看到它干了，那么就去浇，浇了之后一定要看到底下有水流出来了。或者还有一种办法，就是现在比较用的就是用这种盆泡法，就找一个比较大的盆，然后放满水把它放进去，然后这些东西都差不多都浸在里边，或者是你上面浇，然后这部分都浸在里边，保证它是湿透的、浇透的，然后你再拿出来放个2个星期，或者是2个星期以上也有可能，就这样放着之后呢，它再干了再浇，这样的话就不会产生这样的问题。那本期视频呢，我就分享到这里。如果你也有什么好的养护多肉的意见呢，请在留言区分享给大家。感谢观看我的视频，我们下期见，再见。